要是让你拥有挥一挥手就能为所欲为的能力，你会干什么？而他就有这样的能力。这人叫13，是个小学老师，在某天上班的路上被一个卡车司机给撞倒，但人家却没当回事儿，开车走了。与此同时，几个外星人商量决定，再给地球最后一次机会。他们采取抽签的方式，正好抽到了13，然后就把超能力通过一道特效激光传给了他。外星人的目的就是想看看地球人能否善用自己的超能力，要是不能，就说明人类是愚蠢的生物，而地球也将被他们直接毁灭。13来到学校，看着自己班上的学生正在以同往常一样的方式欢迎他过来上课，那他当时心里虽然很气，但却没有办法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同事小黑跟他说，昨天晚上我梦见自己上天遁地，无所不能。哎，要是你的话，让你有超能力，你最想干的是啥呀？13说，那还用想吗？我肯定是想把我们班给炸了。结果砰的一声，所有人都懵了，啥情况？大家过来一看，哎呦我，整个班的人全都驾鹤西游了。发生这种事儿，13也只能提前下班。回到家，他又发现小狗又把香香排在了地毯上，他无奈地说，要是这东西能自己清理干净该多好。随后他挥了挥手，只见2条香香噌的一下跳了起来，迈着潇洒的步伐活蹦乱跳的走向卫生间，还不忘随手关门。来到马桶前，一个凌空起跳，在空中翻转2周半，完美落水，最后又把自己给冲走了。13在旁边看的满脸惊讶表情，赶紧拿了瓶酒准备让自己冷静一下，可还没等喝2口，就不小心把酒给弄洒了。他决定再测试一下自己是否真的有超能力。 Whiskey, go back in the bottle. Go back in the bottle. 那酒竟然真的自己回到了瓶子里，随后又说，那给我换一瓶新的。酒瓶子自己破门而入，飞进商店，警报声响起，吓得13急忙开溜。可就在这时，佛伯勒追了上来。男人被警察追赶，下一秒他施展超能力说，让我跟狗子一起在家吃饭，然后这兄弟俩造的叫一个香啊。当13刷牙的时候，才意识到是自己把班级给炸了，于是他赶紧许愿，让所有死去的人全都复活。再看某处的停尸房里，老大爷正在喝酒，面前的尸体全都坐了起来。更让你想不到的是，就连那些丧尸也全都钻了出来。13来到窗户前一看，差点没把他吓死，外面全都是丧尸。他急忙撤销愿望，重新许了一遍，让时间回到教室被炸的前一秒。看到教室又恢复往常的气氛，13还是闹心呢。他们不知道学习，成天就知道玩，要是他们能变成学霸就好了。随后一挥手，再看到教室里的学生都开始认真学习。不仅如此，13顺利的帮同事追到了体育老师。他把小黑的画像供奉起来，还让全校的学生每天膜拜。那小黑当时都懵了，啥情况？而13的心思远不止于此，他要用超能力实现一个伟大的愿望。Me b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. 下一秒，他就被4个保镖在枪林弹雨中按进了车里。对不起，石总，我们来晚了。咱们公司没有笔了，没有纸了，没有下午茶了，也没有福利了。哦，对，我下周1结婚，这些资料麻烦您签一下。13崩溃了，原来大老板也不好当啊，还是做回自己吧。第2天，13和小黑说自己拥有超能力，那体育老师能跟你在一起也是我的功劳。小黑并不信，他只相信自己的颜值。13没办法，当即证明了一下，他让实验室里的骨架开口说话，那给小黑当时就吓傻了。13让他顺窗户出去，可好巧不巧，刚好落在了校长的怀里。等到晚上休息的时候，13想到一件事情，看他那笑的。这个有神奇超能力的男人在晚上睡觉前突然想见自己暗恋的女神，他挥了挥手，下一秒真香果然出现在门口。然后咱们就别看了啊，时间来到第2天早上，真香走了，13自己吃早餐，他懒得连吃饭看书都要超能力伺候，还别说看给他美的，就连旁边的小狗都很羡慕，对着13就是一顿喊呐。可狗语自己又听不懂，他挥了挥手，然后Look, I just can't concentrate on anything until I've had one of those biscuits. 当天下午，13主动邀请真香来家里吃饭，跟他坦白自己有超能力。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，你啥也不知道。就我这超能力吧，想要啥都能得到。而真香却觉得13是受了什么刺激。突然，追求真香的小帅破窗而入，他拿着枪对着13直接一挥手，那玩具枪就掉在了地上。他们俩直接扭打在一起。真香受不了这2个东西，直接走了。而13也直接摊牌施展超能力，把小帅贴在房顶上，然后是墙上，再然后是花盆里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让小帅感受了一下当有钱人的感觉。紧接着就是身无分文。
13跟小帅说，只要我挥一挥手，什么都能做到。小帅顿时起了贼心，趁13走神的时候，砰嚓一下把他给砸晕了。等13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已经被绑在椅子上。小帅拿小狗做威胁，让他帮自己实现清单上所有的愿望。小帅也是够邪恶，第一个愿望就是让所有人长出大耳朵跟鸡爪子。这还没完，他又让所有佛伯勒穿上可爱的红色制服，那把聚众的人笑的是前仰后合，佛伯勒都懵了，啥情况？这天，真香到公司上班，发现自己的办公室变得超级豪华，这也让他明白13确实有超能力。等他跑过来一看，发现13家里变得乱七八糟。不仅如此，还在衣柜里找到小黑，原来他是被那些疯狂崇拜的人给逼得走投无路了。他们俩只能赶紧去找13，而此时的小帅也是玩嗨了。再看13，那被整得叫个漂亮。等真香赶到时，小帅正威胁13帮他实现第417个愿望，那就是让真香疯狂爱上自己。为了保护心爱的小狗，只能照做。随后真香就抱住小帅，13也趁机给自己松绑，还把小帅变成一只柯基，又紧接着取消了小帅前面许下的所有愿望。就在此时，那体育老师带着小黑的崇拜者也赶到现场。13受不了眼前的场景，只好撤销体育老师对小黑的崇拜。完事那些人都懵了，啥情况？自己咋在这儿呢？小黑和真香也留下13一个人，看来有超能力也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回到家的13找到真香，希望能跟他重新开始，可真香却不知道自己是真喜欢他，还是被超能力控制后才喜欢他的，直接把13拒之门外。平静下来的13发现自己太自私了，应该用超能力多做一些造福人类的事情。于是他挥一挥手，让所有人顿顿饭都能吃饱，让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房子，让全球不再变暖。可当他们打开电视一看，事情似乎变得更糟了。人们由于吃得太饱，都变成了胖子，房产开发也已经开发到了撒哈拉沙漠。全球确实不再变暖，而是直接回到了冰河世纪。看来做好事也不容易啊！超能力几乎让他失去了一切。这时小狗说，既然超能力让你这么困扰，还不如传给我呢。13觉得有道理，挥了挥手把超能力传给小狗。再看这边，外星人对13的实验结束，看来拥有超能力的13并没有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，于是他们决定毁灭地球。与此同时，小狗认为是超能力让13这么痛苦，那还不如让提供超能力的源头永远消失吧。于是外星人的飞船就被自己的超级武器给炸了。外星人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被自己的能量给消灭了。现在一切都回到平静，13也追求到真香，他们俩过上了幸福生活。同样幸福的还有小狗，只不过他的另一半看着有些眼熟呢。